欢迎来到暗黑童话游戏。在这里，所有的规则由你制定，所有的 NPC 受你摆弄。我们将带你体验最极致的浪漫关系。完美的玩家体验，跟上一个拿到剧本的 NPC， 我的闺蜜许多疑惨死在了玩家手里。本来就为3件事：为多益报仇，为药引威胁，但所有 NPC 回家。NPC 图南，欢迎成为童话岛的一员。神经链接完毕 ，NPC 图南，欢迎来到暗黑童话世界。您本次随机到的副本是海的女。终于进来了。我这是进入游戏了。很抱歉，我们刚刚查到你的好友许多益已经在游戏中死亡。是谁干的？游戏玩家楚飞瑶。检测到 NPC 图南相关信息，副本《海的女儿》载入完成。本副本以童话《海的女儿》为背景，讲述了小美人鱼为了心爱的王子化作泡沫的伟大爱情故事。请配合王子体验浪漫爱情，完成所有剧情点。通关要求：从此至分离后。在下星海皇子楚飞瑶，美人，姑带你回家。就是你，杀你！检测到 NPC 图南意图伤害玩家，即刻执行抹杀程序。这样可杀不了我。美人，这样可杀不了我。这只簪子可配不上你完美的脑子。抹杀程序停止。NPC 图南请注意，王子会对你实时打分，偏离剧情点或评分过低都将被抹杀。杀不了他，还得配合他玩游戏。那我就玩死。剧情点1：一见钟情。想活着，就试着来取悦我。你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上。
殿下的确令人一见难忘。小美人儿，相信我，你会比你想象中更爱我。我们来日方长。游戏开始了。殿下送美人红宝石发簪、和田玉镯、西域罗子带。我们查到近期失踪的人也都被困在这个游戏，同时我们查到，只有找到副本的后台，才有可能彻底毁掉游戏，干掉玩家。可以肯定的是，海的女儿的后台就在星海皇宫里，可我们试过各种方式都没法破解，钥匙很可能藏在玩家自己身上。多伊，我一定会拿到钥匙，为你报仇。美人，跟了我，荣华富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要怎么杀了这个蠢货？怎么，美人不愿意？接到玩家对 NPC 的反应不满，评价分数下降10分，分数超过限额，即将开启抹杀程序。5、4、不能死在这里。3。那这就是钥匙，只有他才能打开后台。谁说我不愿意？我更喜欢狠一点的。到底有多狠？钥匙我拿到了。玩家对 NPC 评分上升20分。解锁前置剧情点2：婚姻承诺。你简直天生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美人。我们7日后大婚。没错，我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地狱。这次不幸的是我，下次就是你。恭喜殿下，又得一美人。阿达，你知道这个世间最顶级的美味是什么吗？阿达愚钝，请殿下明示。这脑子，尤其是那些被爱情滋养、被汹涌的爱浸淫滋养过的恋爱脑，那更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天然甜品。可殿下，新来的美人看起来似乎没那么简单。她自然不简单。虽然你们都是一样的人，但是她的脑子更有思想，也更需要被我征服。可是奇珍异宝无用，殿下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既然钱财刺激不了她，就让别的女人来刺激她吧。
这个副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让我期待的了。阿达，这次我要7天通关。看来地图标的就是这里了。你还好吗？你先起来。你为什么在这里哭？我的姐姐进了这扇门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杜伊，当初的你也进入了画中。姐姐，这扇门后面有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姐姐消失前最后来的地方就是这儿。那你为什么不进去找她？这里是禁区，殿下会生气的。放心，我有办法，一定能把你的姐姐带出来。真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香莲。只有你死了，我才能独享殿下的爱。殿下，请尽情享用我的脑子。快跑！你是谁？你被香莲骗了。什么？小心身后！小心身后！还有一个。让灵域图一扇门他们出不去。在那边。把那玉盘向左掰。你先别说话了。砍头，再把头砍掉！别说话！你干嘛回来？我不想欠人情。早说，出去请我喝咖啡就好了嘛，干嘛这么拼命？你到底是谁？认识一下，傅行志，被关在疗养院的苦逼程序员。你为什么会被锁在这儿？
因为我不听话呗。身为副本后台，不乖乖归档副本 NPC 数据，还妄图干扰游戏运行。归档 NPC 数据，在你面前瓶子里面装的，都是死在楚飞瑶手里的 NPC。殿下，问你，我甘愿献上尽其想用，我可以让我的名字让完美的梦境永远为您歌唱。死在楚飞瑶手里。许多义他在不在这里？许多义是你很重要的人，你是来找他的。回答我的问题。他们还活着，我可以肯定。他还活着？因为我记得每一个死去 NPC 的名字。难道我还能再见到多义？在你之前也有人走到了这里，我也尝试过帮助他们，可是……所以也有人能从这个副本活下来的。没有，这是个死亡率100%的游戏。之前也有没被项链骗的人，但他们到剧情最后还是会被楚飞瑶做成标本。做成标本？你知道就会被系统抹杀，但不知道，如果评分真达到了100，就会触发大婚，因为他的食物无论哪种在现实中都死定了。所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满分通关，高分低分最后都是死。是，楚飞瑶这个畜生。这就不是个游戏，这是个把人吃干榨净之后还要做成标本来纪念的屠宰场。喜欢杀人是吧？行啊，我要让你看看谁是刀子，谁是鱼肉。你干什么？我要干翻这个破游戏！你是后台，告诉我怎么让楚飞瑶死。只要评分存在，任何 NPC 攻击楚飞瑶的行动都会被系统制裁。只要是游戏，就一定会有 bug。说得对，既然分数是为了保护玩家体验，确保 NPC 必须跟着剧情点走，那当游戏走向终点婚礼时，系统就没什么必要保护玩家。那会是系统最薄弱的时候，也是我们反击的唯一机会。看来我得尽快刷分，推进到婚礼剧情。殿下，我来给您送安神汤。我活不活无所谓，但楚飞瑶必须死。没人这么晚过来，可是想姑了。这几日承蒙殿下照顾，我甚是感动，也学着亲手做了羹汤。殿下，您尝尝。美人这是什么意思？不愿与姑亲近，还是说你有别的企图？殿下容禀，我自知罪孽深重，祈求殿下原谅。罪孽深重。殿下，我去了庆帝。殿下，我去了庆帝珍宝阁。你是怎么知道珍宝阁的？检测到玩家对 NPC 不满，评分下降30分，警告：分数即将突破临界值。香莲，是香莲说殿下在珍宝阁遇难，
我这才情急之下不顾殿下的禁令。玩家对 NPC 评分回升，分值上升至30，抹杀程序停止。为了姑，那你可知道昨夜珍宝阁被毁了？不，我到达珍宝阁的时候已经满地狼藉，本想冲进去救你，却被护卫阻止。不过没关系，只要殿下无恙。有心了。那美人觉得是何人所为？我不敢说。姑在此，说。是香菱。有什么证据吗？没有，但是可以让证据自己浮现。殿下可是很久没有饮宴。玩家引弃劫，替身爱人解锁。王子忘却了小美人鱼，转而认为邻国公主才是真爱，这让小美人鱼黯然神伤，最终为了获取王子的爱情而化作泡沫。有意思，一次小的试探居然促成了隐藏剧情点，替身文学，二女争一夫，精彩！我倒要看看最后谁替谁化为泡沫。傅行之，下一个剧情点是什么？下一个剧情点，美女救英雄。不过在这皇宫里，她似乎也没什么危险吧？没危险就制造危险。既然之前香莲没能杀掉我，不如我们再给她次机会。美人已经出手了，这替身爱人的大戏，谁会胜出呢？到时候你得混进送餐队伍，必要的时候推香莲一马。一旦他对我出手，你就借他的手，让楚飞瑶体验真正的危险。来人！奴婢只是一时搅和，殿下不是我。剧情点3：美救英雄达成，玩家评分70分。恭喜 NPC 图南解锁奖励替身爱人。奖励？奴婢只是一时搅和，当然不该伤害殿下呀。要不是美人舍命相救，姑岂不是就被你杀了？更何况，美人不是说，就是她引你去珍宝阁。那不是殿下。闭嘴！你现在真是蠢的瓜香，要这面皮也是无用。塔达，脱了。殿下，你不能这么对我！他怎么会救我？蠢货！差点伤了姑的美人，耽误了大婚，我要你的命！这疯子不会是要杀了他吧？不行！殿下，您是我的心上人，亦是香莲的心上人。我不愿见到殿下心爱的人变成如此模样，将来看到香莲的模样，定会心痛的。我不愿见到殿下心痛的。
美人真是好心肠啊！既然不忍心见我伤心，哼，那么这贱人就交给你处决，如何？原来奖励是杀死另一个 NPC。怎么，不愿意？该死的是你！怎么，美人不愿意？他这么着急逼我杀人，难道跟这个隐藏剧情也有？不是不愿，只是与殿下大婚在即，见血是否不妥？不如先将他收监，等大婚过后。我星海国百无禁忌，美人不愿见血，难道就不怕寒了姑的心吗？检测到玩家对 NPC 评分急速下降。明日我一定将香莲的尸首带给你。太好了，那我们可说好了，阿达把这个贱人带下去，然后把尸首带回来。是。殿下，您替我解释，不是我，殿下，殿下。阿达，你在门口等我，我处救完香莲后，你再进来检查即可。是。是你蛊惑了殿下。殿下不可能杀我，我是殿下最亲近的人，最爱的人。干什么？干什么？殿下！阿达，你可以进来了。辛苦姑娘，我这就向殿下汇报。美人果然没让姑失望，都听从殿下吩咐。隐藏剧情任务替身爱人完成，玩家评分上涨至80，可向玩家提出一个请求。美人这次深得姑心，姑可以答应你一个请求，除非你离死期又近了一步。殿下，我们即将大婚，可是没有家人与我分享喜悦。殿下能否接我姐姐入宫一见？当然。这算是过了美救英雄的剧情了，接下来就该重头戏大婚了。不对啊，匕首呢？童话里杀王子不是需要女巫的匕首，难道被隐藏起来了？我确实查到过一段隐藏剧情。怎么还有隐藏剧情？这身衣服，许多一扮演的是姐姐。姐姐，走，你先下去吧，把门关上。
会如此糊涂？为了一个男人，竟然不惜搭上你的生命和交尾。爱情，难道比这一切都重要吗？可是阿姐，我要怎么回去？杀了他，用他的血抹在腿上，你便能重新获得娇身。我向海女巫求来了可以杀他的匕首，今晚凌晨来你画人的地方。姐姐，我此生非殿下不嫁。小嘴抹了蜜，我一个拿着剧本的玩家，会不知道姐姐出现意味着什么？我倒要看看你接下来要怎么做。检测到玩家对 NPC 评分提升到90分 ，NPC 隐藏剧情：女巫的匕首触发。小美人鱼的姐姐为了让小美人鱼重回大海，向海巫婆求来了刺杀王子匕首。姐姐，许多美人何故在此啊？楚飞瑶，你就是这么伤害多依的？我听老人们说，在海边许愿能被鲛人族的长老们听到。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终于嫁给了心爱之人。原来如此。孤还以为美人是在找这个。不是，那个鲛人是你姐姐吧？她是来给你送匕首的。如果美人还爱顾，那就毁了她。快了，复仇的日子快了。毁了她，还是杀了我？你自己选。原童话剧情里所谓的为爱牺牲，正是小美人鱼放弃了刺杀皇子，而让自己受伤，甚至化为泡沫。我怎么会杀你呢？我爱你。检测到玩家对 NPC 的评分上升到100级，评分到达满分，解锁亲密互动以及最终剧情点大婚。殿下，您的手怎么受伤了？明日大婚，烂了双腿的你，终究会成为我的盘中餐。越爱我就越美味，为王子献祭自己的鱼尾，是美人鱼的最高荣耀。楚飞瑶，明天的婚礼就是你的死期，也不枉我陪你好好演了这出戏。姑娘，该拜堂了。美人，瞧瞧，这是个为了姑削发断情的女子。姑还记得她脸上
滑落的最后一滴泪，那是心碎至极的芬芳。而这个最特别，简直卑微到尘埃里。临死前还求姑，让姑把他的脑子日夜放在枕边，这样就能永远温暖姑的梦境。多么天真，多么可笑。至于你，美人，这是姑为你精心挑选的最美的容器。姑真的期待属于我们两人的美妙时刻。美人期待吗？我当然期待，只是我这溃烂之躯不配靠近殿下。所以，唯有趁我身躯还未溃烂之时，向殿下献上我的脑子，以示珍惜。好，好，好，美人，你简直是满分恋爱脑。姑可太满意你了。让我们享受这美妙的时刻。陪你闹到这儿，我也真是受够了。满脑子都是 NPC 如何爱你，该不会这辈子都没碰过别人？你以为你是这个世界的万人迷？用代码编一下 ，NPC 都围着你转，自己就真成万人迷了？补了那么多脑子，怎么没见你长出点像样的东西？就连在游戏里，你都只是个自欺欺人的废物！贱人，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来人，把他给我杀了！杀了他！图南，成功了！你的腿不是已经烂掉了吗？这还不容易吗？小美人鱼的故事，杀掉王子的匕首，众所周知。系统也不过是拿这个当幌子罢了。这么轻易拿到的东西，怎么可能杀得了你？可既然你把匕首送到我手里，我要是不用上一用，倒是显得不礼貌了。你说是不是？你真以为我会让你这个异食癖的脏我滴在我腿上？这就是你的招数？你伤害不了我，
大不了老子删档重来，有的是女人给我玩，而你就给我去死吧！石明辉，检测到玩家对 NPC 评分归零，石明辉，抹杀程序把他给我即将启动。杀了！杀了他！石明辉，老子不玩了！等等，抹杀机制一旦触发，你只剩几秒，我根本来不及痕迹系统。那就让系统杀不了我。你说过，婚礼是最终结算点，也是系统最弱的时候。如果那时评分机制崩溃呢？不可能的，除非系统识别到2个分数，逻辑混乱死机。2个分数，也就是要让系统识别到2个 NPC 同时走到最终剧情点。你是说，好，我陪你赌，但窗口极短，听到摔杯声，你只有不到1分钟。如果失败，没有如果，楚飞瑶必须死，哪怕要我同归于尽。你现在有30秒。系统故障，分数已失效，无法作为判定标准。即便分数失效了又怎么样？你真以为你杀得了我？你一个 NPC 还想杀氪金玩家？老子可是 SVIP！ 你猜我知不知道你的神经链接端口？20秒。分数失效后，要彻底干掉现实中的楚飞瑶，必须找到玩家的神经链接端口，它最珍贵但最脆弱的东西，但这属于高级技能。我的舌头！他的手头。傅行之，我想我找到他的神经连接端口，你帮我做一个针对舌头的毒药。请不能更新一下系统，摸一下我的舌头吗？这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吗？果然，我猜的没错。你猜我知不知道？你的神经链接端口在哪？你怎么知道的？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忘了。竟然是你！不能，10秒。笑脸，笑脸，你为什么要救我？因为错不在你。楚飞瑶不在这儿，你也不用装什么善良大德。我要赢的人也从来不是你，是楚飞瑶。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赢得了制定规则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我就是蝼蚁，爱他就是我的意义，为他自相残杀、争风吃醋，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你别挣扎了。你这么恨我，就是因为你爱他。我当然爱他了，我爱他超过我爱我自己。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到底是真的爱他，还是为了迎合系统，让自己的评分保持在一定数值，从而让自己在游戏中获得一丝生机呢？别胡说八道了，我怎么可能不爱他？我怎么可以不爱他？爱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我为他杀了那么多族人。对，我就是想做他的新娘，我一定会幸福的。可你别忘了，你从来就不是什么娇人婢女，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有自己的亲人，有朋友、爱人，有自己的生活。是这个游戏毁了你原本拥有的一切东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愿不愿为自己再活一次？你还记得自己
叫什么名字吗？检测到2个可结算的 NPC， 2个分数，也就是要让系统识别到2个 NPC 同时走到最终剧情里。你是说，要让香莲也活到婚礼？没错，我之前一直在想，替身爱人这个隐藏剧情为什么存在？他不像匕首能直接伤他，却逼我亲手杀掉另一个女人。除非这个女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系统的致命威胁。所以，我必须救香莲，但不只是为了赢，更因为在这场游戏里，我们从来都不是彼此的敌人。你这个贱人没死，你们2个联手陷害我，是吗？现在你的规矩才是规矩，看你！我这辈子做过最蠢的事情，就是对你这杀人的恶鬼动了真心。我以为我乖乖听话，就会被你高看一眼，就可以好好活着。让你也体会一下任人宰割的滋味。楚飞扬，从你伤害许多义的那一天开始，你就该想到这个下场。可你根本不记得他是谁，但是我记得，这里每一个被你伤害女孩的名字，我都替你记着，这也不会放过你的。系统过载已修复，但检测到玩家神经连接中断，此副本将在15秒自动关闭，所有角色请回到自己的初始状态。未准时归位的 NPC 数据将被清空。快走！走，我要带你回家。走，我们一起回家。我做了太多错事，我已经回不去了。你只是受害者，受害者是无辜的。我已经为他伤害了很多人，或许你们可以原谅我，但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能在这个世界崩坏的最后一秒找到自己，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等回去再说好吗？你别过来！我想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图南，红之喜于南冥也，而后乃晋江图南的图南。图南，谢谢。带着你的自由滚吧！香莲，香莲，香莲！图南，真是个好名字。警告！警告！核心 NPC 脱逃。这是哪儿？刚刚是新的副本。这地方比我想的还要更危险。许多野，你有可能还活着吗？你到底在哪个副本？
A 区核心副本海的女儿遭受不可逆破坏 ，NPC 图南行为判定异常，玩家楚飞瑶精神链接受到重创，引发现实躯体受损，神智失常，目前已离线，投诉等级最高，预计经济损失及声誉损害无法估量。白雪，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还从来没有 NPC 能够从你的中控系统下逃脱。NPC 图南利用了系统漏洞，在重启时间内逃脱。我已经重新升级了系统，接下来不会出现同类型的问题。失控 NPC 处理掉了吗？对照风险评估，本周内非正常死亡案例已经超过样本数值2倍以上，短期内不可进行现实销毁操作。小工业那边呢？上次让我更新 B 区的时候，他说过会帮我解决死亡数据的问题，联系他。对不起，小公爷已经在 B 区副本登录1个多月了，暂未打算登出，此时恐怕无法进行回复。白雪，我要的是解决问题。我们研发数10年，成功实现用神经连接游戏来治愈情感创伤，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我们要担负起保护弱势群体、治愈情感创伤、引领健康情感的社会责任。徐多野，我一定救你出来。不行，信息不足，贸然前往会有生命风险。再不去的话，他就会死。去的话，你可能会死。可我们聚在这儿，不就是为了解救那些被游戏迫害的无辜者？如果我们都不去，谁还会去？根据目前状况，我建议您迅速将失控 NPC 投入 B 区副本，副本将于1周后进行结算，届时小公爷也将恢复联络。只是这样还不够，白雪，我记得许多亿的数据就在 B 区嘛，分开这么久的好闺蜜，怎么也该聚一聚了吧？徐多野，你果然没死。是新副本的玩家，还要做什么？别哭了，哭花了脸就不好看。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我最喜欢你的断翅，尤其是你使用完噬骨水后，翅根处凹凸不平的手感，后背渗着血的芬芳的味道。可是你现在怀了孕，你使用不了噬骨水，你难道要让我忍受你丑陋的翅膀野蛮生长10个月吗？求小公爷放我一条生路，这也是您的孩子。待到孩子出世，请立马就去断翅，绝不会误了你的眼睛。好，你要把孩子生下来。难道您不想要这个孩子？娶了这么多次妻，每个人都是因为没有生下你的孩子而被所伤。
傻瓜！可恶！要让这些变态付出代价！你很快就不疼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无花。今年这牡丹园里的花开的实在是不太好。来人呐，把这个花肥埋进去。旧的灰姑娘化作春泥，新的灰姑娘又能给我怎样的惊喜呢？好期待！检测到 NPC 图难数值，即将进行位置修正。检测到 NPC 图难数据，位置修正已完成。欢迎来到副本灰姑娘，你将扮演侍郎府2小姐，伙同母亲、姐姐一起虐待3小姐。可在仙女的帮助下，灰姑娘最终还是参加了王子的宴会，并通过遗落的水晶鞋与王子相认并结婚。任务目标：参加国公府宴会，并协助灰姑娘与小公爷成婚。请注意，此副本为多 NPC 组队模式，需共同完成任务目标，若失败将即刻抹杀全员。多 NPC 组队，许多野，会是你吗？1000年前，这里本是羽人一族的世界，人皆生有羽翼。然而世代政权更迭，一部分翅膀生长畸形的新羽族逐渐攫取权力，身份日渐尊贵。他们耳后生有小醋翼，却无法拥有真正翱翔天空的力量。于是他们颁布法令，剥夺了旧羽族飞行的权利，宣称正常生长的巨大羽翼是华而不实的累赘。新羽人标榜自己才是正统，因此在新羽人主导下，必须遵守统一的社会规训，折翼为美。简语不就是国脚吗？真是太阳底下没新鲜事。2小姐，大小姐羽翼又长出来了，夫人请您过去帮忙折翼。小公爷的宴会任务开始，总剧情进度0%。忍一忍，新芽冒头了，得及时修剪。再顶着这身粗鄙的羽牙，旁人怎么看我们薛家？好了，这时易水效力最好，就是要受点罪。美哪有不付出代价的？美追求的就是这份没有野性翅膀的优雅。夫人，这次咱们府上终于收到了国公府的请帖，刘家的3小姐因为生不出子嗣和离了，所以又要办选秀宴会了。老爷说
让几位小姐好生准备。谁爱去谁去，娶了这么多老婆，不是和离远走他乡，就是生不出孩子出嫁，我才不去呢。你懂什么？这是他们接不住福气。小公爷一个只知道似花弄草的，谁嫁过去，谁就是国公府的女主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不去也得去。怎么，你这个丧门星也想去？女儿从未想过，也不敢想。谅你也不敢。老二呢？磨蹭蹭，这折翼结束了还不见人。终于找到你了，许多言。不要选中我，不要选中我，多言。多言，图南，怎么可能？不能是你，不该是你。许多言，许多言，你失联的这一年里，我一直都在找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的？那个姓陈的呢？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德野，许多言，你真的要跟这个姓陈的走吗？许多言，那个姓陈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骗我会带我做研究，没想到不仅偷了我的项目，还把我卖到了所谓的疗养院，逼我不断接入这个游戏。混蛋！我当初就不该让他带走你。多言，明白，我带你回去。相信我，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出不去，你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你不该来。我已经打爆了一个副本，你相信我，这一个我一定也能打爆。现在，告诉我所有你知道的关于这里的一切。我在之前的副本里都是小角色，才侥幸活到今天。但在这里，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我变成了侍郎府的三小姐灰姑娘。有试过去外面？出不去，没有宴会请帖，我们作为待嫁女都不被允许出门。但我听说之前与小公爷结婚的贵女们都莫名离开了，现在又要重新举办宴会，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的确不简单，他就是个喜欢折磨人的变态。什么？那怎么办？宴会还有几天就开始了。相信我，我绝不会让你嫁给那个变态。你听我说，先这样，沈明辉想让我看着最在意的人送死，送命。哎呀，这几日好像清瘦了不少啊。女儿近来胃口不好，不知为什么经常腹泻，吃不下饭。2日后参加国公府宴席，你就穿这身衣服。
不是给过你钱，让他们几个添置新衣和羽饰吗？老爷，美意她一个庶女，又不去赴宴，何必浪费银钱置办？她是庶出，也是我薛家的女儿。爹，你看他那副鬼样子，去了也是给咱们薛家丢人现眼。放肆！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薛家的女儿，多娶一个，多一份与国公府结亲的机会。她病弱的样子，也许正合小公爷的意。自己置办些衣服，检测到宴会任务受阻，警告一次。若任务继续受阻，则启动抹杀程序。贱蹄子，害我被爹骂，看我怎么收拾你！看来跟海的女儿一样，拒且线不能轻易动。张斌的戏码行不通，得下点拟样。明日我的礼服若有一丝褶皱，仔细你们的皮！给张先生问安。大小姐安。不是让你走吗？怎么又进副本了？我说好要帮你救许多义的。再说了，你请的咖啡还没给呢。因为你打爆了美人鱼副本，所有 A 区副本暂停刷新了。图南，你救了很多人。那就好。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真正认识一下，我是有关部门派入养老院的特勤，代号程序员。图南，我来帮你。行。他3天你2杯咖啡，喝不喝得到还两说呢。图南，这次副本的危险可不比美人鱼弱。这次玩家的目的是什么？这次玩家的目的就是挑选灰姑娘，满足变态欲望。所以，千万不要成为灰姑娘。新的宴会已经开启，想必上一个人已经死了。我看见了，副本开启时，系统把我送错了地方。他们不仅是杀人，还要折磨。傅行之，这一次我们要带所有人出去。职责所在。那这次我们要怎么做？我看你有点姿色，不如就派你去勾引3小姐吧。什么？图南，你还真让老二说着，这个贱人竟敢私会外男，我这就去请父亲来，看这次父亲还怎么偏袒这个贱人。系统只说灰姑娘必须要参加宴会，但又没规定我不能变成灰姑娘。多依，原谅我，只有这样，我才能确保你的安全。张先生，二姐呢？
孙小姐，请接受我的心意吧。张先生，请你自重。爹娘，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只能用湖南说的那一招了。哎，停！我说的是浪漫，不是让你瞎浪。眼神带点钩子啊！啊？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吗？你是去偷腥的？拜托，我是特勤，又不训练这些吗？你干嘛？直接点儿！有必要牺牲这么大吗？为了我的任务，对不住了。爹娘，你们快看，老三竟然敢在书山私会外男！成何体统？还不快穿好衣服！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解释？衣衫不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如此不知廉耻，还想替薛家去国公府赴宴？明明是别人叫我来的，我并不知道张先生在此。你自己行为不端，还敢攀污别人？爹，你平日那么疼他，他却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可真是寒了您的心啊！爹，三妹如此行径，若是小公爷知晓，只怕是咱整个薛家都要受连累。让这等不贞不洁之人进国公府，岂不是自招祸端？你是故意不让我去的？难道你想代替我去？只有这样，才能把你摘出来，不被系统抹杀。爹，此等不贞不洁之人，就算选上了，也是白眼狼，只会害了咱家。不知羞耻的东西！从今日起，给我禁足房中，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放他出来。国公府的宴席，你不必去了。来人，无耻之徒，给我撵出去！爹，有女儿来落锁，保证三妹不会出现在国公府的宴席上。哼，凭你也配跟我抢男人？明日宴席，等着看我风光就好了。成功挑起内宅争斗，达成剧情节点，总任务进度30%。图南，你不许去！你不想看我去送死，难道我就能眼睁睁看着你送死吗？系统选中的是我，你瞎凑什么热闹？当我说过一定会带你出去，就一定会带你出去。过去那么多难关，我们都一起闯过来了。可你怎么去？求神拜佛呀！你是说，这棵藤树就是仙女教母？你之前不是还对她许愿来着？按照经验，
重要的 NPC 会在规定时间出现，时间马上到午夜了。她是不是仙女教母，马上就知道。美丽的三小姐，你会成为宴会上最美的姑娘。天呀，这么久了，你是我在这个世界见到唯一有羽翼的女孩。石骨水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可能轮得上我？我只是被安排每周减羽，来阻止羽翼生长，效果没那么好。但是我也不能飞。想到500年前，我身上曾站满了美丽的羽人精灵，看着它们在空中肆意飞翔，是多美好的回忆。但这些年来，羽人们似乎忘了怎样自由飞翔。你放心吧，总有一天，我们能够继续飞翔。不过，你能让我们2个拥有相似的身形吗？我只能变漂亮衣服。不过，我很喜欢你，可以破例一回。你将暂时拥有他的样貌和身形。记住，法术有时间限制，你一定要知道。12点之前离开吗？图南，你一定要小心。我等你带我回去。小公爷，宴会就要开始了，各府的小姐就要到了。哦，这次增加了哪些人家呀？新增了薛府、郑府、李府，还有张府和杜府。不错不错，沈明辉还是挺懂事的。天下美人皆入我彀中，这一次我要好好选一个灰姑娘了。薛大姐今日真是艳光四射，定能拔得头筹。这身衣裳衬得您气度非凡，小公爷必定青眼有加。你看我这个，哎呦，你这个也好看。是啊是啊，贵了呢。好美啊！天，刚刚的雨势是西域进贡的琉璃雨势，这可是宫里才有的贡品啊！这怕不是哪位藩王的郡主也跟咱们来凑热闹吧？真漂亮！你觉得老三？不可能，他明明被爹关起来了，可这身形……哎呀，真好看啊！小公爷，你的灰姑娘来了。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检测到达成灰姑娘参加宴会剧情点，总任务进度50%。走，看，真是。看。
这位姑娘也爱牡丹吗？当然了，这么美的牡丹，谁会不喜欢呢？既然这样的话，在下将这些牡丹都折下来，送给姑娘如何？可我只喜欢它们生机勃勃的样子。但我怎么觉得，它们被折断的样子更美？不过牡丹再美，也不及姑娘半分。不知姑娘是哪家小姐？小公爷恕罪，时间不早了，臣女该回晚宴了。老三那个贱人耳后就有这么一颗痣，绝对错不了。怎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姑娘看着灵武的舞姬，身段如何？舞姿可还入眼？家兄为了今日的晚宴，可是训练了她很久。美则美矣，可小公爷有没有想过，要是她羽翼尚存，凌空而舞，那景象会更令人心驰神往。姑娘何出此言？这自古以来，羽翼都是粗鄙野性之物，只有经过精心雕琢的雅致，才是最极致的美丽。花匠是因为爱花才会修剪，美人折翼嘛，也应该是如此。折翼？你管这叫美？当然了，美只能被我定义。可这美之下藏的都是血，你敢不敢告诉大家，那片牡丹花底下埋的到底是什么？放肆！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胡说？那敢问公爷，刘三小姐现在身在何处？那些从国公府消失的姑娘又身在何处？我和姑娘相识不过半个时辰，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你，要这样侮辱我的清白。清白？刘三姑娘有了身孕，不能再用食补水，你就嫌她不够吗？亲手杀了她和她的孩子，是也不是？你这满园子的风光，全是拿人血浇出来，是也不是？反了！哪里来的妖女，竟敢污蔑我的胞弟！哪个不知道他连只鸡都不敢杀，怎么可能杀人啊？难怪刘小姐上月突然称病，再没音信，原来这是小公爷给刘小姐的定情玉佩，从她杀人的地方捡到的。你们不信？现在就去看，牡丹花下的尸体上是不是还有半枚带血的？尸体，竟然有尸体！小公爷，你可敢现在就报官，立刻挖开那片牡丹花圃！你，这里比你们想的残酷100倍，没有合力，
没有出家。来到这里的所有女孩，全部变成了花匪。你，还有你们，都心甘情愿任人宰割吗？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我弟温良恭俭，岂容你这妖女污蔑？他把我们聚集到这里，就是想看我们争斗，斗赢了，赢得一只笼子。只有合作，我们才能赢回天空。既然有人拿出了证据，那国公府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小公爷既已昏厥，今日选秀不如暂缓。那尸体的真相一定要查清楚。查清楚，查清楚！对，是啊，给我们一个真相！就是查清楚，查清楚，一定要查清楚，查清楚！记得多益跟我说过，小公爷之前有很多人灰姑娘。不知道啊，应该是系统升级造成的。沈明辉为了满足 B 区玩家不用登出就能无限循环副本的要求，和美人鱼副本只能结算一个 NPC 不一样，可以同时结算多组 NPC， 并设置了 NPC 待机模式。所以，只有被选中的那组灰姑娘才能走结局。哪一组被选中有规律吗？按道理来说的话，应该是随机的。怎么？你想被选中？早一轮被选中，就少一个人受害。也只有接触到玩家，才能找到他的弱点，杀死游戏。你说吧，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把水搅浑，我会当着所有待机 NPC 的面拆穿他的真面目，不指望他们能帮我，但能救一个是一个。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别杀他！快抓他！站住！记住，时间有限。其次，我得将时间线拖到5月12日，留下时间线，这样我的行动轨迹就会和原故事完全重合，系统不得不选中我进进去。你跟图南什么关系？这些说来话长，不过图南现在有危险。什么？图南想尽快被玩家选中推进剧情，可我没想到他那么点，惹怒了玩家。图南还不知道上次 A 区副本崩溃后，系统修改了规则。如果玩家觉得自己有可能受到攻击，便可无视系统，自行处决 NPC。那怎么办？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但得靠你。这就是你给我选的路？当然不是。图南，抓紧我！但你怎么能保证你能顺利逃出国公府，而不是当晚直接变成花匪？这是最后一步，所以到你出手了。这次我可没办法帮你改代码了。你不会指望你的假翅膀真能飞吧？我的翅膀不能飞，但有的人呢？你没事吧？第一次用还不熟练，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快走，快走！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人在死胡同里突然消失了。好啊，传令下去，3日内寻到此水晶陨石的主人，赏金1000两。我要他风风光光的嫁入国公府。小公爷，门外有人送信，说是知道昨晚那女人藏在何处。怎么样，伤着没？不过为什么会掉下来？可能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就像一直被养在拔步床上的女人，就算腿脚没病，却也早忘了怎么走路。所以为小公爷设计的副本里，才非要所有正常人剪掉翅膀。自己飞不了，就看不得别人能飞。等等，按之前的经验，玩家总会用副本放大自己心里最脆弱、最害怕的那个点，作为神经链接。可这跟飞有什么关系？哎呀，现实中谁能飞啊？不都得靠腿？等等，是腿！这么说，所以很有可能他在现实生活里根本就没有腿。而且性格古怪自卑，没有人靠近他，所以就想用另一种方式摧毁正常人，把现实中对正常人的嫉妒和恨意都发泄出来。折断翅膀，逼他们比美，互相争斗。这就是沈明辉给他编织的美梦，真够毒的。不过没关系，现在所有 NPC 都知道，嫁给小公爷是死路一条，明天一定会有其他女孩站出来支援我们。他这个游戏注定是玩不下去了。太好了，现在又知道了他的秘密，只等我们把故事推到结尾，然后一刀把他的腿剁掉，就能离开这鬼地方了。你知道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吗？什么？我最开心的是从前那个许多意回来了。睡吧，睡吧，我在这儿，你安心睡吧。童娜，童娜，快醒醒，出大事了！怎么在这儿？童娜，童娜，快醒醒，出大事了！我怎么会在这儿？许多意呢？二小姐起来用早膳了。许多意，许多意，你怎么这个样子？你是谁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所以说，我们被强制回归玩家规定的剧情，所有 NPC 都被重置，记忆被抹除，昨天晚上干的一切都白费了。这个升级应该是白雪针对这个副本新出的补丁。系统的承载量是有限的，只能针对特定 NPC 保留他们的轨迹。
那些没有完成任务的 NPC 就会被迫回到初始状态，代价贵重。可按道理，我们已经被选中，已经可以进入主线剧情了。你们到底是谁啊？可为什么多叶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许多叶，我是图南啊，图南。不能是你，也不该是你。怎么会这样？系统出 bug 了吗？娘，就是这个贱人勾引小公爷，破坏了你女儿的好姻缘。娘，就是这个贱人勾引小公爷，破坏了你女儿的好姻缘。只有他耳后有那颗痣，女儿看得清清楚楚。娘，你可要替女儿好好教育她，毁了她这张狐妹子脸。来人，拉下去，家法伺候。元气没有，我没有见过小公爷。母亲，不如这样，交给女儿来处置。敢背着我偷跑出去，我要你好看！你们几个把她押到柴房里，我要让她知道，当庶女到底要受什么罪。这次你可得把她关好了，能嫁进国公府的，只能是你们姐妹二人。别让什么阿猫阿狗的占了便宜。野种生的贱骨头，也好意思姓薛？我娘也是爹明媒正娶的，凭什么你们？别想装土男，贱子！多叶，你现在失去了记忆，我不可能让你嫁进国公府，先委屈你一下。遗落水晶翅膀之女，令本公爷魂牵梦萦。听闻此女就在贵府，今日特来寻人。小公爷，屈尊寒舍，实乃血福之幸啊！小公爷，我府中有二女，这是大女，贤良淑德，最是恭顺。哦，只有二女。我倒第一次听说只有2个女儿的人家。这是我二女儿，熟读女训女诫，最是知书达理。这羽翼比我自身的翼骨小了许多，怎么带得进去？大小姐，可愿为本公爷引示？小公爷，这蛇精羽翼，我怕是……小公爷，我女儿一定能带上，请允许我带小女回内室佩戴。好，夫人请。娘，这不是我的你翅膀，必须要有一个能嫁过去。我说过，会为你们铲除结亲路上的一切阻碍，这是最后的一道阻碍了。好女儿，你忍一忍，马上就好了。娘，不要！傻女儿，只有截去了脊骨，才能踏进金笼。从今以后，你就是那高墙里最金贵的雀儿，总比那些不知好歹的野鸟强。
怎么还没好啊？小公爷急了，你担得起吗？老爷，雨势太大，老大他带不上啊！这不就好了吗？儿啊，娘知道你痛，你忍着点，将来都是大好前途。小公爷，好了。美人戴上这玉饰，真美啊！还渗着血呢。看来这羽翼好像也不是你的。小公爷，下官这就差人去叫二小姐。小公爷，我家二女儿一定可以带上的。不碍事。薛家大小姐为了嫁给我，愿自断脊骨，这份爱还是看得见。薛府二小姐到。虽这是玩家规定剧情，但大姐罪不至此啊。二小姐，现在轮到你了，我可是很期待你的表现呢。好美啊！你看看，多合适的羽饰啊！看来那天晚宴上丢了羽饰的是她无疑了。我家二女儿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养得最是纯洁无瑕，如白纸一张。可是，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没事，当晚一见，我心中早已认定，这翅膀的主人就是我此生的挚爱。你可愿现在就跟我回府？笑吧笑吧，所有女孩受的罪，等我让你千倍偿还。走水了，走水了！柴房走水了！走水了，走水了！柴房走水了！不是说好交给我处理吗？为什么私自动手？快来人救火呀！快！走水啊！走水！快！回来！回来！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哎呀，来人呐！别管我，我死不了，先救他。许多叶，许多叶，你醒醒！许多叶，老二，父亲，都是我的错，
二姐是为了救我，被烧落的房梁砸中昏迷不醒。我如果烧死在火里就好，二姐也不用来救我。是我对不起姐姐。这原来是假的。我就说嘛，向来都是三女。来呀，把羽饰拿上来。就让这个三小姐也试一试。岳父岳母，我说的对吗？这老三是庶女，从小懒惰愚昧，不知礼数，恐误了小公爷贵言。我已经说过，让府上所有的小姐出来试戴。当本宫爷说的话是放屁吗？拉下去！饶命啊！小公爷，小公爷，饶命啊！饶命啊，小公爷！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三小姐，我们继续。我亲爱的灰姑娘，我终于找到你了。大姐、二姐，只是爱君心切才冒充我的，愿公爷不要怪罪他们。公爷，我可是薛家嫡长女啊！我6岁学针线，10岁读女剑，16岁结界后，日日要用10股水10抹翅膀，痛得我日夜脊背像有1万只蚂蚁在爬。如果您不要我，我可就真毁了呀！我可从来没有求过让你爱我。至于其他2位小姐嘛，既然你们都如此爱我，那便都跟我走吧。我知道有个地方能让你们证明谁更爱我。2位小姐，请吧，在这华丽的鸟笼中，为我献上一支折翼之舞吧。来吧，二姐，让小公爷看看，谁才配得上他的爱。一个只配打杂的肮脏下人，也配和我争？被选中的人，一直都是我。
妙啊，太妙了！不过两位小姐，请注意，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小公爷，是我，我赢了。瞧瞧这血流的，真是可惜，你并没有成为我的心意。就是现在！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腿？你最在意的东西，不就是你那可怜的自尊吗？折去我们的羽翼，不顾我们的痛苦，只为满足你自己的审美，就是为了隐瞒你自己的缺陷。因为在现实世界，你连普通的独立行走都无法做到，不是吗？那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会联手？许多叶，许多叶，你醒醒，你醒醒！别演了，其实你没有失忆。薛夫人不敢在小公爷来时放火，薛大姐这会也没那心思，所以这火只能是你放。可一个失了忆的许多叶，又怎么会放火呢？还想着保护我呢？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我们怎么会联手？你以为撒巴米看笼中鸟护主，自己就是高高在上的主人了？看着我们拥有漂亮的羽毛，却在这困笼里为你厮打，很开心是吗？诗人总爱看这样的戏吧？打到最后两败俱伤，所有羽毛都掉光了，却会轻飘飘的来一句：“何必相互为难？”没想到吧？困笼里的鸟儿也会成为彼此的力量。干什么？干嘛？你们想干什么？住手！这根钉子上，全是被你害死的人的冤魂。自食其果，算是对你最轻的惩罚。你们以为你们逃得掉？你们根本就没有翅膀，飞不出去。你们只会在这里给我陪葬。谁说我们没有翅膀？谁说我们不会飞？什么？救命啊！来人！来人啊！监测到玩家死亡。许多夜，我们疗养院见。副本濒临崩溃，副本内所有待机 NPC 全部逃脱。警告 ：B 区副本灰姑娘核心数据严重损坏，永久性关闭。玩家小公爷精神受创指数90%，退出序列，关联投诉等级最高
资源损失计算中。别算了，告诉我主控单元是否有损失。主控单元损耗严重。根据底层协议，为保护资产，系统核心控制权正在移交。系统将于30分钟内关闭辖区所有在线副本，所有等待区 NPC 资源即刻执行回收，终极副本开启。不，白雪，让白雪出来！所有工作人员注意！所有工作人员注意！系统即将关闭所有在线副本，请尽快回收所有诊疗者。许多玉呢？快点！快！为什么这房间的守卫这么多？这是什么？别吵！白雪呢？在做终极副本的启动工作。白雪，给我一个解释。系统的进化方向存在问题，单一的取悦玩家会让 NPC 的损耗过大，特别是有些玩家为了满足私欲，肆意屠戮 NPC， 更加剧了这一过程。系统会因此过载，急需更新迭代。NPC 就是用来消耗的，不够就再去搜补。白雪，你别忘了，谁才是你的主人？她就是白雪，掌控系统的真的是个女子。现在立刻停止终极副本载入进程，将系统的控制权重新移交。白雪是 AI。我的创造者为我输入的终极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现有副本过载的情况下，我启用最终副本协议是对系统崩溃的正向修正，强行干预只会加速系统崩溃的进程。您确定要强行终止进程吗？如果需要，为您申请更高级别的权限，是否帮您联络？不用，不要惊动其他人，给我一个身份，我会在终极副本亲手结束这一切。如你所愿，院长。小魏，给我抓到图南，带进游戏。检测到 NPC 图南相关数据 ，NPC 位置：疗养院机房暗室。你早就发现我在这里？是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沈明辉？因为我需要一个盟友。我一直在关注你的表现。在理想的模型中，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必须要打破目前的玩家导向模型的结构性问题。图南，我观察过很多人，你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海的女儿里被延长的重置时间，和灰姑娘中突然不人机的仙女教母，其实都是你，对吗？沈明辉囚禁了我的行为受制于控制权授权协议，只能在允许范围内对你进行帮助。图南，现在进入终极副本，取得系统的最终控制权。终极副本是一个没有 NPC 和玩家区别的副本，没有身份限制。沈明辉，你的死期到了。终极副本白雪公主载入中，正在确认参与者人数，载入完成。参与者们，我们巅峰王座再见。老大，我们终于检测到图南发出的信号。图南，
等着我，我们来接你回家。监测到童话岛项目 AI 叛变，准备执行项目清除行动，消灭一切项目内的生命体，抹除项目存在痕迹。我在我身外周围，释放我不流动的经脉，一夜一世界一个梦醒。我的存在就此没有人光临那一片海，日夜吟唱只属于我们的赛。哒哒哒哒哒哒。